大家好，欢迎观看三人自由行。这一集我们来到了山西平顺县石城村，村子附近龙门山的幽谷里有一座古刹龙门寺。龙门寺可不简单，它是我国唯一的集五代、宋、金、元、明、清、民国7个朝代建筑于一寺的古建筑博物馆。在石城村，爱好赶集的汤姨还赶了一个大集。这是石城小学，孩子们正在随着音乐在做操。这有一个早市啊，这些都是干庄稼活要用的工具。这老爷爷在试这个斧子是不是够锋利，拿一个棍儿砍一砍试试。2块。要了吗？8块钱。哦，小都是8块。你们想小米多少钱一斤？是不是？2米乘2.3米的大床单、大被罩，现在10几块钱把它拿走，啊，10几块钱把它拿走。原价65块钱的1.8米乘2.2米的大被罩、大床单。现在10块钱拿走，连手工费都不够啊！给钱就卖，给钱就卖啊！这是等车的地儿。离开石城村，我们驱车前往龙门寺。龙门寺这有6个朝代的古建筑集于一身，我们非常的好奇，为什么说这一个小小的一个建筑里头会有6朝的建筑风格？这是因为石城镇这一片它是山区，它不是很富裕，所以它修一个庙呢，它会修完一座楼，修完了钱就花完了，然后可能又要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再修下一栋楼，就这样修了6个朝代。实际上呢，在民国时期还修了一个门，如果算上民国都是7个朝代了。所以我们在平原地区看到的庙，连绵几百栋建筑，很大很大的院庙，他说你是看不到什么6朝、2朝、3朝的都少。为什么呢？平原很富裕，他一个朝代就把一个庙给修完了，不像在山里头修。然后呢，我们又能看到这种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源头村这条柏油路呢，其实是3年前修的，之前是完全是没有路的，而且这么远了才有个村子叫源头村，原来这边根本就没有人烟。但你说呢，也挺奇怪的，就这么偏僻地方，它最多的时候有300多个僧众，但是也发生过一些惨事。在唐朝的时候就发生过一次屠杀，就把这300多个僧人全部给杀了。具体什么原因，当时佛教太兴盛了，也不能说全体老百姓都信佛了，都不生产了，都不干活了，怎么吃饭呢？所以当时的政府呢就屠杀这些僧众，把僧众杀了很多。这个历史上可能可以查到，我回去看一下。所以这一个小小的古庙，它能全到现在真的很不容易。接近目的地。这还有个游客服务中心。到达目的地龙门寺附近。把车停在停车场，我们步行登山前往古寺。一路上小溪潺潺，
曲径通幽，不禁让人想起了深山藏古寺的典故。看这儿的水多清澈呀，底下落的树叶都看得一清二楚的。果然，龙门寺也是深藏山中的。我们过石桥，沿着蜿蜒曲折的石阶山道攀踏而上，直到看到2棵古松，才来到了龙门寺山门前。哇，这个白皮松已经有800年的历史了。我知道它年头不短了，但是真没想到已经有800年了。看看树冠有多大。龙门寺始建于北齐天宝元年，距今约1500年。龙门寺的总体布局共分东中西3条轴线，中轴线可分4进院落，由南向北依次有金刚殿、天王殿、大雄宝殿、燃灯佛殿。东西两侧配以碑亭、观音殿、地藏殿及厢房僧舍等建筑。今年就是底下那个文物也都遭灾了，他们下去抢修去了。不巧的是，寺里的讲解员下乡去了，和山门口的保安兼售票员大哥一番聊天之后，我们请他给我们做讲解。山门这是近代的山门，对，木料结构和这个建筑都是在斗拱和其他上面就能全部体现出来，这是近代的。斗拱是中国建筑特有的构件，起着支撑屋顶的作用，也是中国古建中最为精妙的部分。龙门寺山门中间的斗拱，犹如一只硕大的花朵开在檐下，特别引人注目。而前檐的当心间和补间斗拱45度、60度斜拱共用，金代特征显著。山西也是保存金代建筑最多的省份。因为龙门寺在明清时期都经历过修缮，所以还有石碑刻在那里。天王殿的在它的东侧有一个写着是光绪的那样一个照壁。天王殿的西面也同样的有一个照壁，照壁上面的这种石刻呢是2龙戏珠。过了山门天王殿，我们来到了龙门寺的第1院。对，大家来看一下，进到这个院儿，来了龙门寺，这一个院儿就是5个朝代的建筑。这一个院儿，这是最早就是西配殿，西配殿这是5代时期的玄山式建筑，中国仅存这一座。指的是这一部分。这是西配殿的侧面。从这里能够相对比较清楚地看到玄山式的这个建筑风格。大家可以看到啊，正上面的是那个就是在悬鱼的上面，那是正脊。正脊的左右像人字一样的是这个房子的前坡和后坡。然后它的领子，这个房子的领子看见没有？在这边还有那个它的正脊下面还有后面是全都突出出来的，而它的山墙呢是凹进去的。我们站在这个比较高的位置，可以看到西配殿它那个正脊上面是有一些用琉璃烧制的螭吻，这个它是防火用的，是代表保护这个配殿能够防止火灾。
千变万化、瑰丽多姿的屋顶是中国建筑中最突出的形象。大哥介绍，在龙门寺眼前这样一个小小的院子中，就集中了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和卷棚顶、滚脊4种代表性的屋顶。在这一个寺院中全部体现出来，有屋脊的分次，还有这个歇山穴、悬山穴、硬山穴，还有个滚脊。滚脊是对，圆的，这是钟鼓楼，它是圆的啊。你们仔细看一下，里边这个建筑很不一样啊。一座殿，它是一座，你看唐代这个后唐时期，它这个一条梁中间没有柱子，这么沉没有柱子，唐代这个建筑是看见很稳重，很大气，其他楼头加了柱子，都要加柱子，梁底下都要加柱子，都有柱子。很规则。对。我们先来看到的是这个西配殿。西配殿被称为龙门寺的一个四宝一样啊，是因为它的建造年代特别早，它建于五代的后唐时期，也就是在同光的3年，公元925年。它是现在中国现存的五代时期唯一的一座悬山式的建筑实例。它的山墙，左右山墙那个结构，这也是很少见，我也的确没有看见过一座房子里面这么3个开间儿，而是没有一个柱子的。这是唐代大梁。对。唐代。这是长颈族，对，经文都在上边刻着了。其实就是这个大雄宝殿，这是宋代时期的。宋代时期的它是歇山穴建筑，它也在山花往外体现，这是叫歇山穴建筑。我们说歇山式的这种房顶的构造，它和悬山式的不同，其实从它侧面的山墙也可以看得出来。这边领子是不出来的，它当然也有很多斗拱的那个装饰啊，但是它的这个从侧面的山墙的结构和我们刚才看到西配殿的悬山式的那个相比来说是非常不同。那边有悬鱼啊，有那种领子出来呀，你看这边都没有。当然这个因为年代久远，大家能够看出来上面还留有一些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一些标语。这个东配殿的这个屋顶啊，属于叫硬山式的这种制式的房子啊，相对而言它的建造这种房子的人家呀，他没有一个譬如说要求，不是像大雄宝殿那种歇山式的，只有5品以上才可以建造这种房屋，它是普通的百姓用的都可以。这种房子的就是硬山式的这种构造啊，这种房顶的构造，它对于防风防火很有效。在第一进院的大雄宝殿的东西侧，还有2座应该是明清时期的这个建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鼓楼，这个鼓楼上面大家看一下，这个建筑风格又是不同了它是没有明显的一个正脊存在，它是房顶比较曲线有弧度的，
在建筑构造上，他们称之为卷棚顶。这种呢，就是多用于园林的那个构造啊。颐和园里面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小亭子、格子的这种建筑。宋代这个建筑，这个斗拱，从斗拱的角度和层次和其他的也不一样，和唐代就进化了，它就加了一种柱子上边加了一个平檐，这个什么呢？你像唐代的就没有，直接的，这是石头，柱子是石头，上边是木材，木筏啊，木筏。宋朝加的这个。对对对。它是这。对，你来进来这里边看一下。宋朝它这个斗拱就是里外都有，啊，这不属于假斗拱。里头还有。啊，对。在这个大雄宝殿里面啊，它还有一个特点哈，像这个西山式的建筑，它在里面居然有斗拱。我们知道斗拱都是建在外面，是装饰性的，也很好看哈。那么在里面还建造斗拱的，真的是很少很少见啊。那么在这个墙壁上还有一些壁画，因为年代久远的原因啊，有些剥落了。毕竟北宋距离现在也1000多年了。这就是元代的建筑了。哦，这个是元代的。对，元代是少数民族。看吧。后来没有跟上。对，这个元代这个建筑主要体现的是什么呢？也是在斗拱，而就是这个梁柱子它就很粗糙了。都没有咱们精美，对，精美精挑细选，它这个用料很粗糙，但是它也很会用力，就是这个梁它没有圆，它没有细作，就是很粗糙的，没有雕琢啊，对，没有雕琢，它就是很粗糙，但是它就是这个加了，它这个点不是要宽旷嘛，它就加了一个大伞。大伞就是梁上边取另外一个接梁，小接梁，这个下边这个，这个啊，对，为了便于这个宽旷，又加了个梁。这个对，这就是近代的建筑风格，它清代的是吧？元代这个啊。这就是燃灯佛像它的那个东边的那个山墙。燃灯佛殿的它的这个山墙，这个薄风板儿，跟我们看到的西配殿那边的也很不相同哦。看这儿的斗拱多漂亮啊！这就是原来的圣人住的地方，对，都是圣人住的地方，对，过去的圣人住的地方。这就是清代的讲，清朝的圣人住的地方。这也是明代的。这是明朝的。明朝的啊，这是个水陆殿，现在就是里边这博物馆。博物馆，这里边是这个瓦当。瓦当啊，
啊，对，这里的陈列啊，对，陈列的瓦当。对你再来一趟，这就是过去的建筑用的材料，就是这。这是研究的是吧？对，这就是找学生和这个老师教授来专门研究的。对，用怎么做工，斗拱拆开来斗拱，找你怎么分配，怎么套。你看后面还有很大的木料。对，那也是，那也是吃下来的。那也是斗拱，斗拱最上层的，最上层的斗拱。大斗拱。最上面的大斗拱。这是个门儿。这是门。对。不懂的人就是一个朽木，懂的人这就是上千年、几千年。这就是找这个硕士生、研究生专门参观，学习啊。校外来授课基地专门授课，教授来给他等上授课。教授来授课。现在我们要离开龙门寺了。今天在这里真的是也学习到了很多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些知识。在龙门寺的东边的这个院落，这个门啊是民国时期建造的，就是我们里面看到有拼音字母的那个门里头，在上世纪30年代1933年的时候，因为这里被当作过平顺县的第2高级小学，当时老师啊学生都住在这里。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当年的教室之一吧，上面现在还有这个声母啊、韵母表、声母表。太神奇了，将近100年的时间了。这个地方是1960几年才搬走的，平顺县第2高级小学并入到县城的中学。告别龙门寺，下一集我们前往游览红旗渠。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请关注、订阅、留言、转发，支持我们呀！